公诉案件过程中，召开听证会是践行正义不仅应得以实现，而且是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。办案过程中，不存在哪个部门办错了案，这只是一种理念的碰撞和对法条理解的不同。听证会可以让参加者通过程序公正坚信实体公正，让社会公众对司法裁判口服心服。公开听证可以充分听取各方意见，提高司法决策的透明度。您好，您好，我是全景律师事务所罗宾律师的助理黛西，我想跟您了解一些情况。杜飞先生您认识吧？认识。他是不是曾经分文未取，给您购买过药品？有这么回事？他人特好。我们这儿有个请愿书，杜飞先生非常需要大家的帮忙，您能帮我签个字吗？听证会一般首先都是公开的介绍案情，然后聘请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还有司法局的代表，会就案件进行提问。你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所以杜飞才不想去，他怕逼着他当场认罪。听证会不是审判，但是也会有意见相左的双方互相辩论。那我不去行吗？我怕去了会控制不住情绪动手。别紧张。我要去趟厕所。你先去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日子，哎，你好，哟，哎呦，何老师，你好，来，你好，坐，哎，你们坐啊，好，我们坐。哎呀，你们这个案子啊，影响很大呀，一定要把它办好啊。我明白了，何老师，还请您多多指导。哎，客气，坐，你们坐，您先坐。哎，杜飞，你不要紧张，你就记住一件事儿：态度平和，绝对平和。不管谁对你说什么、做什么，你就放松，保持微笑就好，不要有任何抵触情绪，尤其是对负责办理案子的人。我不想进去。我不去可不可以？你不去可以，但是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。今天听证会不仅邀请了很多专家，还有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，包括具体负责办理案子的人。
你想让我当众承认违法？我们之前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我就是觉得，如果我承认违法了，他们是不是就可以判我了？我听说坦白从宽，牢底坐穿，抗拒从严，回家过年。你不要听东听西的，你应该相信我。我们今天来这儿的目的，唯一的目的，就是希望征得他们的谅解，让他们知道你这么做的动机绝对不是从中牟利，而是一种善举。你对司法机关对你的指控都是认可的，但你希望政法机关他们能够谅解你，能够对你从轻处理。他们会认定我有罪吗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你应该相信我，我会努力，会尽全力为你做无罪辩护。你以前答应过我的，不管别人说什么做什么，你都不要有抵触情绪，只需要保持微笑就好，好吗？微笑。何赛，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可能是吃坏东西了。你们先进去吧，我一会儿进去。你确定没事儿？嗯，没事儿。我们走吧。哎，罗琦姐，黛西啊，罗宾老师他不在啊？没关系，我不找他，我找兰兰。找兰兰？对，蓝红的妹妹，她告我了。啊？他告您？从法律的规定上看呢，杜飞啊，确实构成犯罪，法不容情。你们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口子一开，意味着什么呀？那就意味着国家药品管理面临着很大的挑战，而且那些守规矩、守法的制药企业，他们的药品专利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。法律规定啊，药品专利保护期为20年。那么在这个20年里，新药就是独家垄断商品，即便是有些药厂获得了此药的配方，也不能生产和上市此款药，销售和代理的单一性，导致药品价格不能随着市场的变动而变动。何家义老师是我们的前辈，我非常尊重何老师。但是在这个事情的观点上，我跟何老师的观点不同。我认为杜飞的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，他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品的绝症患者的生命，不得已违反了我国药品的管理法规。不得已违反了法律，不是违法吗？当然是违法。罗律师啊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刚才说杜飞为了挽救几千名买不起昂贵药的绝症患者的生命，不得已代购了假冒的仿制药。如果说杜飞的这种行为不违法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：一，所有以活着为目的的行为都可以不追究法律责任呢？二，
我们国家的药品专利保护是不是就是一纸空文呢？是这样，何老师，杜飞的行为呢，确实是损害了药企的利益，但是他却保证了更大的公民的权利——生命健康权，以损害了小部分人的利益，保护了更大的利益。不，我不认为他保护了更大的利益。我们大家一直在说杜飞，为了挽救那些吃不起昂贵的抗癌药患者的生命，不得已而铤而走险。那么我们知道为什么抗癌药动辄要几万块钱一盒？新药的研制、实验都需要资金。一个国外的创新药从研制到上市，据我掌握的资料，它的直接研究支出至少也要7亿美元。如果再算上那些失败的药物，一个药物上市，那么至少也要25亿美元，而且它只有10年的销售期。这只是研发费用，还不算后期的销售费用、制造摊销，所以它注定不能薄利多销。我非常同意这位专家的意思啊！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们不尊重、不维护药品专利，放纵那些便宜的仿制药，那么还有哪些药厂会投巨资去研发新药呢？如果没有人研发新药，从长远的角度上看，那么我们面临的损失不更大吗？那就要看我们如何确定什么是更大的利益。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，这是政法工作的指导思想。我们认为，司法的原则和宗旨就是以人为本，保障人权。在公民的人身权益中，最大的权利是生命权。所以，如果认定杜飞的行为构成犯罪，那么将背离刑事司法的价值观。请在座的各位能够再次认真考虑一下。有什么东西需要我帮你转交给罗宾吗？谢谢，我想自己给他。那我先下班了，你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就好了。谢谢，不客气。丽娜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你帮了忙。应该的。
两个失望的人，不要再因为分手多失望一次了。所以我火速另嫁他人，不是因为钱，是因为失望。失望，你懂吗？你是不愿和我一起？我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。可是我们过去是搭档。很久以前，那是很久以前，非常久。我时常怀念过去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应该记得，过去都是假的。一刻不曾停息。百年孤独，我喜欢这本书，我是因为这句话喜欢这本书。落叶划过你的泪眼，好久没有你的消息，是否努力把我忘记？时间过太快，我只想让你明白，那些刻骨铭心都无论走到哪里，都应该记住，过去都是假的。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。